不管多难养的花，往花盆里撒一把它，根状叶绿爆满盆，方法太棒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几个自制花肥的方法。不管家里养什么花，往花盆里面撒上一把，不烂根，不黄叶，根状叶绿爆满盆，方法简单又实用。下面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养花方法一：咖啡渣。咖啡渣是一种常见的有机废弃物，可以用作花卉的肥料，含有丰富的氮、磷、钾以及其他有益的营养物质，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育有积极的影响。用过的咖啡渣储存起来，确保是相对干燥的。如果咖啡渣还有水分，可以在阳光下晾干，或放置在通风的地方晾干。确保咖啡渣完全干燥后再使用，可以防止发霉。干燥的咖啡渣均匀地撒在花卉的周围或根部，可以选择直接在土壤表层撒布，或者直接混入土壤中。咖啡渣含有咖啡因等物质，过量使用可能对植物产生负面影响。建议每月使用1到2次，并避免直接接触植物的叶片和茎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咖啡渣作为肥料时，一般会增加土壤的酸度。如果你的花卉对酸性土壤不适应，可以适量使用，或者将咖啡渣和其他废弃物混合堆肥，再将堆肥施入花卉的土壤中，以平衡酸度。咖啡渣也可以与其他有机肥料混合使用，以获得更全面的营养供应。养花方法二：鸡蛋壳。有许多的朋友都爱吃鸡蛋，鸡蛋吃完蛋壳不要丢掉，它也是大有用处的。鸡蛋壳是一种天然的花肥。我们把鸡蛋壳用水洗干净，把它放在阳光底下晾干，然后把它弄碎，再把它放在花盆里，这样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花花草草生长。因为鸡蛋壳中富含钙质，可以为我们的花花草草提供充足的钙质，从而促进绿植生长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。谢谢大家啦！养花方法三：大米也是非常的家常，就是平时用来煮饭煮粥的大米。大米中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，B 族维生素。这大米的使用方法和鸡蛋壳差不多，只不过这大米发酵过后不容易产生那种比较酸腐的气味，可以直接将其放入花盆的边缘。这样平时浇花或者洒水的时候，大米就会慢慢的发酵，慢慢的溶解进土壤中，为土壤提供营养，慢慢的被花朵的根系所吸收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种植花的时候，直接把这些大米掺进花的泥土中，等它慢慢发酵之后，这些大米的营养也是可以被花直接吸收掉的。加入大米在养殖花草的时候，不容易出现烂根黄叶的情况，还可以使花草长得更加旺盛，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用大米来施肥，比较适合喜酸性的花朵，像喜欢碱性环境的就不适合用大米了。大米加入到土壤之后，土壤会呈酸性，在浇水的时候也要浇得多一些，以防止种植花草的时候出现烧根的情况。那喜欢碱性的花卉都有什么呢？比如说丁香、迎春、紫藤、夹竹桃都不太适合放大米的。养花方法四：蒜皮。大蒜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调料。我们剥了大蒜，就会把蒜皮扔到垃圾桶里。蒜皮也有利用价值，它含有大量的钾元素。众所周知，给花施肥，氮、磷、钾缺一不可，将蒜皮当作花肥，加入到花盆中，可以促进绿植的生长。
除此之外，大蒜味道是一种很讨厌小飞虫的味道，用蒜皮来施肥也是一种驱赶昆虫的好方法。但是也不能放太多的蒜皮在花盆里放，不然的话，土壤中的氮、磷、钾失去平衡，那么很容易导致绿植的养分和酸碱度不平衡，绿植就无法生长。养花方法5：阿司匹林泡腾片。阿司匹林是一种非常有名的解热镇痛药，但是它除了能治疗人类之外，其实还能给植物带来帮助。阿司匹林中含有一种叫做水杨酸的物质，这种物质既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之一，同时也是植物生长需要的重要元素。水杨酸能够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，刺激植物枝叶的发展，想让自己养的花多长一些，更加茂盛，可以选择多给植物浇阿司匹林泡腾片泡过之后生成的水。制作这种自制肥料的方法十分容易，只需要将阿司匹林泡片片放进水中，再过10分钟，等到泡腾片完全溶解在水中后，这一瓶阿司匹林水就制作完成了。养花方法6：花生壳。平常我们吃花生时剥下来的花生壳也是可以充当花肥的。花生壳中含有丰富的碳、磷、钾元素，这些元素就可以给花草提供养分，使花草生长得更好。利用花生壳充当肥料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把花生壳碾压碎，碾成花生壳粉末，然后把它和盆栽的土壤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样不仅可以为植物提供养分，而且花生壳的颗粒感还能使土壤的透气性和排水性更好，避免土壤出现板结的情况。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喜欢在自己的家中种植一些花花草草，这样不仅可以点缀室内的环境，还可以让室内的空气变得更加新鲜。不过这些花花草草要养活起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有些花花草草特别难养活，需要花钱买花肥给它施上才行。事实上，花肥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的，再难养的花，只要在花盆里撒上一把它，过几天就能几天翠绿爆盆长势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帮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